林学长，下午好。曾小雅主动开口，林医生反而沉默了一下才说话。小雅，你午休起来了吗？还是已经上班？还没有上班，准备了。怎么了？也没什么，就是想和你通通电话，听听你的声音。曾小雅默了默，说道：林学长，你不必这样，我们真的不可能。该说的我都说清楚了。还有，这是我们俩的事，与战月无关。你不要去找战月，我和战月充其量只能说是普通朋友。战月找你告状了，我又没有怎么样他，只是和他聊了聊。小雅，战月不适合你的，他都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。我问他的工作是不是帮他堂嫂收租，他居然很自豪的样子。你不要被他帅气的外表和甜言蜜语骗了。林医生没想到他昨晚才和战月聊了聊，战月转身就告诉了小雅，这不是在小雅面前败坏他的形象吗？我们认识了那么多年，知根知底的，我们又是同行，最是适合了。曾小雅无奈的道：学长，我说了，我们之间与别人无关，别说与战月无关了，就是与和月、华都无关，仅仅是我们之间的问题。战月没有在我面前说过甜言蜜语，我和他的交集几乎都是围绕着他房子装修的事，怎么在林学长眼里就成了我和他谈情说爱？小雅，他喜欢你的，昨晚我问他，他亲口承认了，他就是喜欢你，要与我公平竞争，他一个后来者，凭什么与我公平竞争？林医生不服气地道，他喜欢我是他的事，我又没有和他恋爱，况且喜欢不等于是爱，多少人喜欢我呢？林学长，你以后再跟我说这些，我就真的不想接林学长的电话了。林医生苦涩的道，我知道你不喜欢听，好，我以后不说这些了，不提战月了。小雅，你什么时候休假？我爸妈来城里了，我想请你吃饭。是了，我下午带我爸妈去海边玩一下午，明天早上再回来，我给你带点新鲜的海鲜好不好？曾小雅婉拒了他的好意，林学长，不用了，你好好陪陪叔叔阿姨，带他们吃新鲜的海鲜，可以在海边多住2晚，多玩2天的。舒皮阿姨难得来城里一趟，你带他们到处玩玩。以你现在的条件，就算诊所停工几天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。小雅，我妈明天要去你上班的医院检查，然后拿点药回家吃，她血糖高，长期要吃药。他们是晚上才到，又没有提前打电话给我，我回家了才知道我爸妈来了，想挂号的，都挂不到号了，就改挂明天的号，挂了你的号。林医生特意强调了是挂曾小雅的号。我爸妈挺喜欢你的，说你看起来很有福气，看着也很舒服。小雅，我也很喜欢你，很爱你。曾小雅摸了摸自己的圆脸，她这张脸看起来很有福气吗？怎么一个个都说她看起来很有福气？所以只能玩上半天。上午我带他们逛街，买了点东西。我想着你这几天若是休假的话，能不能和我一起陪我爸妈到处玩玩？你是土生土长的管城人，对管城更熟悉。其实是想让曾小雅能陪一陪她的父母，在她父母那里刷刷好感，让父母偏向她，支持她继续追求她。现在何月华深得他父母的欢心，如果他追妻成功的话，父母不太喜欢小雅，那么以后就容易闹矛盾。他不想父母受委屈，也不想自己的妻子受委屈，最好就婚前让心爱的女人和父母搞好关系，避免婚后闹太多的矛盾，伤感情。林学长，你在管城也生活了多年，我想你也很熟悉的了。曾小雅回绝了，我过几天休假，答应了战奶奶去陪她老人家。每次叔叔阿姨进城来，不都是和小姐照顾陪伴吗？林学长，和小姐对你以及你的家人真的是掏心掏肺了，你和她又同床共枕过，希望你不要辜负了她。林学长，不要说你不喜欢和小姐，你没有拒绝过和小姐，让她觉得她还有机会，那就说明了林学长对她并非一点感情都没有的。林医生说爱她
曾小雅没有怀疑，但说林医生不喜欢何月华，曾小雅是不相信的。何月华付出了那么多，林医生不应该辜负他。小雅，你干嘛老是将我推给月华？我和他不是你想的那回事。那晚我也喝醉了，什么也没有做，我和他还是清清白白的。林学长，因为我不爱你，但何小姐爱你，所以我将你推给他，那才是你的幸福。林学长，我要上班了，不聊了。说完，曾小雅挂断了电话。挂了电话后，她叹口气，以后还是少接听林学长的电话吧。怎么说，他都不肯死心的。难道他真要和战月假扮情侣，才林学长死心吗？二叔，我上班去了。曾小雅很快调整好情绪，边往外走边对二叔说道：晚上回来吃饭吧。回来吃饭，叫阿姨做我的饭。二叔哦了一声，已经进来坐了片刻的战月跟着起身：二叔，我先送小雅上班。二叔说道：去吧，路上开车小心点，别开那么快。战月笑道：在市区哪能开快的？放心吧，我是老司机了。他和曾小雅一起走出了诊所，开了车锁，他先帮曾小雅拉开车门。等曾小雅上了车，他才绕过车身，回到驾驶座上。很快，开车离开了曾家诊所。二叔站在里面看着他开车离去。小雅，你不开心吗？战月边开车边问道。曾小雅愣了一下，随即说道：没有呀，我没有不开心。战月说道：我看你有点不开心的样子，没事就好。你看得出来我不开心吗？曾小雅以为自己收敛情绪很好，二叔都没有发现她不开心呢。战月竟然发现了，她的心是真细。看得出来，你下楼后那笑容扯出来的过于牵强。他还听到他下楼时和别人说话的声音，他听力很好。曾小雅有点意外地道：我下楼时，你和二叔聊天，竟然看出我笑容很牵强。战月，你的眼神真好。是不太开心，还是林学长他打电话给我，说他爸妈来城里了，问我什么时候有空和他一起陪伴他的父母。每次他父母进城来，都是何小姐照顾陪伴，何小姐对他和他的家人都是极好的。他对何小姐属于欲拒还迎，拒绝的不彻底，让何小姐觉得还有希望。他是一边在追求我，一边享受着何小姐对他的体贴入微。曾小雅说着老实话，他若不是我的学长，我连电话都不想接听他的。其实他对何小姐并非是没有感情的，只是我的家世背景更适合他，能为他带来更大的好处，他才会苦追不舍。真正论起感情，他未必就很爱我，我也未必就适合他。现在他不清楚，以后他就会明白，何小姐才是最适合他的。何小姐婚后绝对是个贤妻。至于他说的何小姐是伏地魔，我觉得只要他和何小姐好好谈谈，何小姐知道轻与重的，好烦呀。我都说了，我不爱他，只把他当成学长，他就是不死心。难道真要我先找个男朋友，他才能死心吗？战月说道：林医生不死心很正常，换作是我也不会死心的。我们战家的男人一旦动心，便是一生一世，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爱上的那个女人，苦追也要追到手。如果追不到，那就打一辈子光棍了，是宁愿打光棍也不会再爱上第二个女人。林医生不愿意放弃，战月理解的。好女人值得他们去喜欢，去追求，去竞争。当然了，他是理解林医生，不代表他会让步。林医生有备胎，他是没有备胎的，他非小雅不娶。曾小雅看着他说道：你们家的男人还是很幸运的，喜欢上的女人最后都抱得美人归，小日子也过得很幸福。你那几个哥哥婚后的幸福，就是我们普通人都知道的。你那几个嫂嫂，着实是让我们女人羡慕嫉妒恨呀。曾小雅毫不掩饰她对战家几位少奶奶的羡慕。
你见过林医生的父母吗？战月一副八卦的样子，他爸妈对你的态度如何？曾小雅想了想，答道：我调回到管城上班之前见过他们，他们对我很热情，就是那热情中又夹着一点想让我低头的意思。低头？为什么让你低头？战月不解地问，是你和林医生闹了矛盾，他们想让你先低头吗？那倒没有，我和林学长没有闹过矛盾，他对我是很好的，很包容。当然了，他的脾性也很好，不是那种随便无理取闹的人。他们觉得我的家世好，想让我做低服小的，让我去体贴林学长。他妈妈有一次住院，刚好是住在我实习的那家医院。因我和林学长的关系，我知道阿姨住院了，肯定是要去看看的。林学长的妈妈就想我照顾她，让林学长上班去，不用林学长照顾她，说心疼他儿子会累着，说我刚好在那家医院实习，顺便照顾他，也不妨碍我上班。那时候林学长还没有向我表白，我也不知道他对我有小心思，以为他仅把我当学妹看待的。对于他妈提出来的要求，让我惊呆了。我没想到他会提这样的要求。我是实习，但我也是在上班，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，哪能顺便照顾他呀？我自然是拒绝了。然后他就说我不懂得体谅林学长，对长辈也不够好，说我家世那么好，家教也不怎么样吗？曾小雅说道。我才意识到他误会我和林学长的关系了。我告诉他，我只是林学长的学妹，并非是他的女朋友，就算是女朋友也不可能去照顾他吧。他是林学长的妈，生病住院，林学长当儿子的照顾生病的妈，那是天经地义的事，但他不能将他的孝心外包，还想外包给我这个学妹。我解释了之后，他妈妈就讪讪的笑，说是误会了。以前我没有多想，只当他是真的误会了。后来察觉到林学长对我的感情后，我才反应过来，他爸妈是早就知道他对我的感情，把我当成他们未过门的儿媳妇来看待，想在我刚入社会还是个小白菜，什么都不懂时拿捏我，好让我低头，不要仗着家世背景凌驾于林学长的头上。曾小雅说道。那是好几年前发生的事了，林学长是不在场的，他妈妈后面有没有告诉他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我和他不适合。我也是真的不爱他，他的爸妈对我是很热情，那是看重我的家世背景。若我真的喜欢林学长，和林学长在一起，他们又会千方百计想拿捏我，压制我，不让我的家世压住他们的宝贝儿子。哪怕后来林父林母对他还是热情得很，曾小雅也知道那些都是表面的。还好他并没有爱上林学长，我没有嫌弃过林学长的出身，只是觉得我和他以及他的原生家庭不合适。他妈妈背地里还说过，我要是给他们当儿媳妇，家里的农活我怕是干不了，在村里会被人笑话没用的。曾小雅想想林母背后的小动作以及说过的话，都觉得好笑。林母是觉得儿子娶的老婆就是给他们娶一个劳动力，思想是过去那种婆婆的思想，所以说三观不合的家庭不要迈进去，合不来很容易闹矛盾，再好的感情也会因为家庭的鸡毛蒜皮之事，在一次次争吵中消失不见。我如今回到管城上班，时间还不算很长，林学长的妈妈每次进城来检查身体，有时候会挂我的号，我也就是公事公办了。阿姨现在对我的态度比以前更热情点，小心思藏起来了，表现得实情实理的。但几年前那件事我是不会忘记的，她表现得再好也骗不了我。有时候林学长会带他爸妈来我曾家，我一般没空，也就是我二叔二婶招待他们。